奶爸调岗后有多思念小奇迹，不顾规定也要摸着孩子的小手安慰。王奶爸深知仔仔没有安全感，胆子小，好不容易适应父母不在身边，如今又要经历分离的痛苦，他这才3天2头回家看望好盖儿。当小奇迹吃锅营业的时候，奶爸就在不远处默默注视着孩子，满眼都是对自家宝贝的心疼。只要有代班照顾小奇迹的机会，王奶爸都会第一个申请。都说有一种爱是老大觉得女人。奶爸见到仔仔来不及唠嗑，一个劲追着对方喂饭，临走之前还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一眼。或许是因为王奶爸经常回家，小奇迹也逐渐习惯了，有时候不吃不喝望着看台，只是希望对方能快一点来看自己。小奇迹和王奶爸绝对是全网最令猫粉们心疼的组合，明明都离不开对方，却因为规定聚少离多。要知道奶爸是出了名的溺爱孩子，不管小奇迹干什么坏事儿，他都能一脸慈爱的为自家宝贝洗白。那小奇迹啊，看见你在，他不拆家的；哎，你不在，他就拆家了。这个小孩从小就聪明。奶爸被问到小奇迹的缺点时，他依旧是彩虹屁不断。毕竟老父亲眼中的孩子怎么能不完美？一个自然形容吧，好。难怪都说王奶爸把熊猫当孩子养。游客只是喊他一声王奇迹，王奶爸就能笑开了花，内心 OS 多喊几声我们就是一家。并且今年神树坪的猫猫们集体过生，奶爸明知道会被批评，还是在好蛋儿生日当天置办一大堆新鲜水果和玩具，甚至还在不远处拿着相机给小奇迹拍照。估计熊猫圈只有被宠上天的小奇迹，有1年之内过2次生日的待遇了吧。每当小奇迹在内舍等加餐时，老王也在挂念着孩子，不是拿着笋笋胡萝卜给对方垫肚子，就是把自己摇成拨浪鼓哄仔仔。这和哄人类幼崽的老父亲有什么区别？除了给宝贝提供情绪价值之外，奶爸对小奇迹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。仔仔刚回国就被投喂一大堆营养品，回来时候自己不吃那个我们这边的骨头金丝样啊，因为他以前没吃过，这回来就想尽办法，因为含了很多的营养物质。难怪小奇迹的体重一路飙升，回国不到1年就胖了好几十斤，这都是王奶爸宠出来的幸福肥。只希望他们见面能多一些，毕竟父子俩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好。难怪于可于爱小小年纪就火成顶流，兄妹俩一天能闹出来800个乐子。第一次见到爱姐这么无辜的模样，满脸都写着妈宝，可你在发什么疯？其他熊猫的相处模式不是岁月静好互不干扰对方，就是整天变着法切磋武艺。只有可可爱爱走上了小品的路子，很难不怀疑两小只去大东北进修过。即便是给他们一根绳子，2个小家伙都能现场表演杂技。大颗子为了得到绳子上的果果，咬着牙不紧不慢地爬上去，结果还差最后一步的时候摔了个屁股墩。这一翻车直接把树上的于文静整兴奋了，他非但没救哥哥，反倒是赶忙拉绳子。估计爱姐内心 OF 我居然还有捡漏的一天。然而兄妹俩表演杂技抢果果，受伤害最深的却是虫洞的奶爸。看到被咬断的绳子后4脸震惊，只不过嫌疑熊的身份扑朔迷离，姨姨们还在怀疑小爱时，大可子居然重返现场还原作案过程。最好笑的还得是2小只没活硬整，爱姐拿起一个麻袋就往自己的脑门上套，对面的于可一脸淡定，心想这大妹子又开始了呀。可可爱爱打架也和别的熊猫不同，他们一个劲扇对方耳光，打人不打脸的道理显然是不懂的。打我是啥？你打我是啥？你打我是啥？你打我是啥？不过2个小家伙偶尔也会相亲相爱，正常小熊都是用贴贴表达爱意，唯独兼具整活 KPI 的于可于爱不同。小爱坐在秋千里晒太阳，废头子哥哥也要帮忙推了一圈又一圈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于可在拉磨呢。有次外公拿着果果钓猫，于可踩着妹妹就爬上去抢果果，都把小爱踩成松狮了。本以为这小子会吃独食，结果他下一秒就转头送给妹妹。只能说城里熊就是不一样，就连哄妹妹都得先虐后爱。或许是因为朝夕相处，兄妹俩远比我们想象中默契。仅仅是一个苍蝇突然袭击，就让胆子小的于可于爱吓得弹起来。惊吓过后的2熊面面相觑，像是在说你怎么也害怕。即便是吃瓜，他们也得复制粘贴。这天2小只正坐在木架上干饭，刚好看到隔壁的3姨教训莽小五，兄妹俩纷纷燃起八卦之魂。吃竹子也不耽误他们看戏，扭头吃瓜的姿势一看就是一家子熊。2小只像是有心灵感应那般，听说打哈欠会传染，还真没见过头痒也会传染的。同步挠痒痒的动作让人笑不活了，只能说顶流这碗饭就该他们吃。于可于爱快去参加喜剧大赛吧，盘点大熊猫人里人气的名场面。杰邦有着酷似圆规画出来的圆圆脸蛋，头顶还有接收信号的小啾啾，等饲养员派发零食的时候会乖乖坐好，跟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似的。并且他从小就很会摆烂享受生活，走独木桥累了直接原地趴起，咚的一下就挂那了。罐车落时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躺着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时候，杰邦还会坐在阳光下，双手搭在膝盖上，左看看右瞧瞧，后双腿盘着还练习起打坐。这真的不是人假扮的吗？在面对游客时，他熟练的找好坐姿，连腿型都练出来了。
不少人调侃，夏天热穿着一身毛衣容易中暑。杰邦不仅坐姿端正，还会开关水龙头。他感到热的时候，就自己去找水渠的水龙头，趁奶妈不注意爬上坡，把阀门打开放水。水池放满水后，杰邦还不忘关上阀门。再三确认没有水流出后，才心满意足的进去玩。真是个聪明灵巧又懂得节约用水的小熊。不过比杰邦更像人的，还得是会踢球还会空中瑜伽的雅一。只见他咬住绳子，小胖脚一抬，轻而易举的整只熊就挂上去了，还悠哉悠哉的转起了圈圈，属于是熊猫界的杂技演员了吧？面对这么多高难度的动作，雅一不但没摔下来，还转换了姿势，单腿转圈圈，优雅真是太优雅了。就冲着表演，这门票钱就花得太值了。最后拉着绳子转圈的样子，真的好像飞天的仙女。好想问问雅一老师愿不愿意收徒？真不愧是国宝，个个都多才多艺。而司汤圆还会趁阳光好给小宝宝晒被子。只见司汤圆细心拍平有褶皱的地方，还用爪子弹走沾上的灰尘，一举一动像极了隔壁老嫂子。他甚至还会学人直立行走，真是让他学到精髓了。这简直比两脚兽还两脚兽。金圈大公子萌大不仅会用毛巾擦脸，还会主动敲门让奶爸给自己送加餐。这天萌大发现竹子不合口味，于是叼起一根去门口找奶爸算账。不过要说最像人的小熊，人教版的萌二当仁不让，别的大熊猫睡觉都是随心所欲，在地上睡得四仰八叉，萌二则是人里人气的睡在凉席上。席子到了别的熊手里撑不过3天，只有萌二非常爱惜，起床了会把被子叠好，天气好了会拿去晒晒，下雨天也会记得把凉席收回来。不单晒被子学奶爸爬梯子，也跟奶爸学。别的大熊猫下楼梯不是滚下来就是翻下来，萌二是一步一步手脚并用爬梯子，踩下一脚前还会回头看看该踩哪里，简直和奶爸的动作一模一样。这动作这神态，要不是看着他从小长大，真以为熊猫成精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饲养员对熊猫能溺爱到什么地步？喜淘淘吃的竹笋都是奶爸亲手包的。等会儿啊，你太难包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把熊猫当孩子养。奶爸伺候好待儿吃笋笋的同时，还温柔细语的都舍不得大声讲话。只可惜此时的喜淘淘满脑子都是干饭，内心 OS 奶爸你能包快点吗？同样被惯坏的熊猫还有冰华，平日里吃个竹笋，奶爸都得举到孩子面前，生怕自家闺女累着。孩子都惯的没有熊样了啊！吃个笋还得人家给你举得着。然而奶妈吐槽归吐槽，下一秒又嫌弃起来奶爸举笋不到位，你还得再高一点，这样子他还得低头。思佳作为大东北的孩子，饲养员更是把重女轻男发挥到极致，给孩子投喂个竹笋都要一块块掰开放到对方嘴边，更别提思佳的奢华生日会了。这小妞不仅有史无前例的超大水果蛋糕，奶爸奶妈还用鲜花给孩子铺路，难怪隔壁目睹全程的佑佑满脸不服气，都知道鱼可是出了名的妈宝熊，一言不合就跳进奶妈怀里求抱抱。即便这小子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重，李奶妈也会咬着牙一把抱住熊孩子。估计他因为鱼可早就练出来麒麟臂，而谭爷爷也是将花花当孙女的。宝贝吃饭被其他滚滚抢食，他就亲自给宝贝开小灶塞果果。爷爷知道宝贝孙女没有安全感，就特意把家搬到花花隔壁。年过半百的他整日挤在小床上，有次花花耍脾气不想回家，谭爷爷直接抱着毛孩子下班，脸都憋得通红也不放下来。在溺爱孩子的赛道上，许奶爸不可或缺，福宝都被他宠成公主脾气。奶爸上一秒还在夸自家宝贝温柔，福宝吧，他有点小调皮。她是比较淑女，她其实也蛮温柔。结果福猪猪直接将脚丫塞进水池，宝贝还当着老徐的面帮倒忙搞破坏。爸，我帮你打扫卫生。喊你帮忙，你不是喊你帮倒忙哦。不得不说，老徐的爱属实有些盲目。奶爸生无可恋，却只能欣然接受，毕竟小福是他宠出来的。从没见过哪个饲养员喊熊猫起床是拿着小苹果放到孩子嘴边的。哎呦，今天早上咋了？还没睡醒吗？咋子嘞？不过宠孩子的不只是国内饲养员，暖暖在马来西亚也是长公主级别的待遇，因为宝贝压根就不需要自己走路，上下班都是奶爸包接送的。平时睡觉的时候还有专业人员拿着工具小心翼翼给孩子梳理毛发，以至于这小妞的屁股都比大多数爱挖煤的熊猫白。真希望每个熊猫都能在爱里长大，被饲养员宠成国宝该有的样子。